好，开始今天的直播啊！有人已经提前下午4:36就在这儿抢沙发了，精神可嘉啊！这是2025年的最后一天啊，我们也站好2025年的最后一班岗，把老范读评2025年12月31日这一期把它做掉。感谢大家1年以来的陪伴啊，也希望大家明年，我们继续陪伴啊，这个相互陪伴吧，我陪伴你们，你们也陪伴我。希望明年呢会有更多精彩的故事吧，然后我也会把明年更多精彩的评论分享给大家。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2025年最后一次老范读评。到底有几个人听，我们也不太在意了啊，毕竟今天是12月31号啊，有很多人可能去参加跨年活动了啊，那么我们就简单的把2025年最后一周的评论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条啊，快手被色情直播轰炸这条，有人说国内外资占比最高的自媒体平台排名啊，第一是抖音和头条，外资占60%，第二是小红书，外资超过50%，B 站是40%到50%，快手是30%到40%，知乎是20%到30%，然后这个微博外资大概占20%说这些人呢都是媒体买办。我觉得就是我们不要去研究说，哎，这个里头有一个外资啊，它就外资买办啊，这里头有一国资啊，这是一定是党的喉舌。这些公司里头都是有国资、有外资、有黄金股、有各种这样的这个情况，特别是媒体集团里头一定都是有国资、黄金股啊，就是它是有很多一票否决权的这种股都在里头。那是不是都是党的喉舌呢？这肯定是嘛。对吧？因为不是的话，这个账号随时有可能关停，但是呢，党也不可能管那么细。至于外资呢，人家好好跟着挣钱就完了，他才不管你具体说什么呢，对吧？也不是说，哎，你说的这个不说那个，然后我就要撤资或者就要卖你的股票，不会干这事儿的啊。人家需要卖你股票的唯一原因就是你不挣钱啊，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再往后说为什么不攻击抖音呢？对吧？黑客真是瞎了眼了，抖音倒闭是毕生愿望，这个我觉得你就可能，这一生的愿望未必能够实现了啊。其实也攻击了抖音啊，不是说没有攻击抖音，只是呢抖音防住了而已。这个抖音本身，用户量并发量就要比快手大很多，它的安全机制就是要相对比快手要好很多的。你遭受同样的攻击呢，抖音是可以去应对的。而快手呢，好死不死的，他刚刚把自己的安全团队都裁了，对吧？那是遇到这种事情就，开开心心的去挨一波呗，对吧？也没有什么其他办法。来了点赞欢迎点赞这个元旦快乐，大家都元旦快乐。再往后我说这个通过了 ChatGPT 的成年人认证这个里头呢就有人问说老范你爱看什么内容呢？什么内容都爱看这个成人内容我也喜欢看，这个没有什么可值得羞愧的，对吧？很多人呢说来，哎，你喜欢看成人内容吧？你怎么喜欢看成人内容？这种呢就属于是狭隘的道德绑架如果一个人被人绑架了，不敢承认说我喜欢看这个东西的话，那个也挺悲哀的反正老范现在也没有工作，然后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需要顾及的形象所以我可以大大方方的承认我喜欢看成人内容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还有很多人的评论说，哎，我怎么没有看到这个成年人认证这个选项呢？它呢是在 ChatGPT 的左下角，就是你点自己头像了以后进行个性化设置、进行账号设置的时候，有一个选项就是要跳几层可以看到。而且呢，我怀疑现在应该是一个灰度测试，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这个测试项就是有些人看到了，然后测试通过了。有些人呢就没有看到还有人说假的不可能有，这个我是真真正正的测完了，然后把结果给大家发上来了当然我比较遗憾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还是希望他给我测的稍微年轻一点，结果给我测的老么咔哧眼的。好，继续这个杨乐坤
怒喷 AI 不如狗这一条啊，有人说了，说开源反垄断啊，确实对科技经济发展、消费者权益啊都是最优解，但可惜地球上还有个中共啊，这个不防不行，防的就是反人权、反法治啊，侵略性的中共邪教啊，而不是防公平竞争的中国企业和中国人。至于现在的方法是否有效啊，成本值不值得，是否有更好的方案啊，都可以讨论。开源这件事儿呢，比你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啊，而且呢，现在最主要的在大模型上开源的都是中国公司，啊，美国公司反而基本上都退缩了，啊，所以现在靠前沿的开源模型全都是中国来的，啊，这个你说到底谁防谁呢？啊，这个就没法说。当然，中国的开源模型呢，很多也是来自于美国的这个早期开拓啊，像拉玛2、拉玛3啊，确实给中国的开源模型带来了很多的帮助啊。那么现在的话，这个就要靠中国的这些公司来挑这个开源大梁了啊。另外一点是什么呢？开源其实核心的目标不是反垄断啊，这个一定要记住，开源的目标是垄断，因为开源是可以建造事实标准的，对吧？你一旦有了事实标准，就可以垄断了。所以很多人通过开源的方式是，这个目的还不是说反垄断啊，大家要想清楚这一点。还有一点啊，还有一条是机器人也有 MBTI 性格了啊，有人说了，说怎么上来写评论一下子出现一堆机器人呢？MBTI 在海外有这么流行吗？只是小众啊，只是众多心理分析流派中挺普通的一个吧，也像国内一样突然爆火1-2年吗？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就是第一个说机器人这个事儿啊，就这条视频上来以后很奇怪，就是有大量的人上来炒币。我相信他们可能是通过搜索引擎找到了所有去谈 MBTI 的这个视频啊，在下头都发一波，然后呢，我看到评论以后就上去把这些评论都删掉了。另外呢，就是 MBTI 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流行的，海外应该也还是有一定流行度的吧？就是它在各种的心理评测和分析流派中呢，不是说算是普通的一个，而是算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大家比较容易接受的一个。因为我们以前也做过，也投过这种在海外算命的程序，对吧？这个中国呢，比如说你相信这个八卦五行啊，相信这个周易啊，相信这些东西，对吧？然后在海外呢，大家就去相信这个黄道12宫，对吧？你是天秤座啊，我是天秤座，其实，然后还是什么其他座啊，大家相信这种东西。为什么呢？就是它越简单的东西啊，它受众就越广啊，普通人是可以流传起来的。那么啊，看看现在这些机器人，他们去挑选 MBTI 的视频去投放的话，他们可能也觉得MBTI 已经进行了一个智商筛选了啊，智商不太高的人都喜欢信这玩意儿啊，我们给这里头投广告，投垃圾广告的话，没准有更高的转化率啊，这个可能性也是存在的。还有55分钟跨年啊，你这是在哪儿？我这是晚上8点，还好几个小时呢，啊，可能是在澳洲吧。年内，今年内存荒会持续多久？这个不好说，这个真的不好说。明年也许还会继续啊。元旦快乐啊！正在准备新年年夜，这个家宴中啊，这个有什么好吃的可以给我们报个菜名吗？这卡尔家厨。那天上镜的 Robin 啊，是不是搞开源的啊？他不是搞开源的，他是原来是 Java.i 这个网站的创始人啊。后来 Java.i 网站被 CSDN 收购了以后呢，他就是 CSDN 的 CTO。后来呢是出去跟人家合伙创业吧，是丁香园的 CTO 啊，就是做这个线上医疗这一块的啊。然后丁香园上市失败了以后呢，他就溜出来了啊，现在也在思考未来要折腾点什么事情的一个状态。对，做社区的 MBTI 是 HR 和 BI 圈这个 B 圈吧，B 圈炒起来的啊，这个钱多的没地方花啊，开始先给
申请人做测试，贴标签，再追求多样性。这个我觉得 HR 干这个事儿呢，就直接把它开掉就完了啊，这个没有任何意义。币圈呢，我觉得反正大家真的是没事干，那就玩呗，找一个不太费脑子的玩起来也挺好的。上期读评啊，这个里头有人说了啊，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赢麻了需求，供给方已经达到了1个月迭代一个新故事的惊人效率。我个人是十分期待下一个新配方了。这个呢，我觉得你的思路是不正确的啊。就是有一帮人在这绞尽脑汁儿啊，然后在这个里头搜肠刮肚的给大家讲各种各样赢麻了的故事，但是呢，这个流量圈子里头每个月可能就能容得下一个，对吧？否则流量被分散了以后，你就不会觉得哦，有个新梗，有一个新的故事出来了，大家就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了。有大量的这种小故事啊，都在这个流量圈子里头流行着，对吧？但是呢，注意力就这么多啊，最终你获得注意力能够出圈的，每个月能够迭代出一个就完了啊。它实际上是筛选出来的，不是说大家这个做好了，咱们开个会啊，1月份咱们流行这个，2月份流行那个啊，不是这样的，是一大堆的流行的梗。每个月呢可能会有一个新梗啊，特别大的、特别流行的新梗，然后还有一堆呢是以前流行的老梗，还有一些就是新的梗出来以后呢，但是没有那么流行啊，它是这样的一个迭代的节奏，其实有点像电影院的那个上映的过程，对吧？现在啊是该谁的这个排期了啊，这个排期里头有一个大片，剩下的是绿叶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玩法。只是呢，这个过程呢不是由影视公司来排期的，而是呢由这个叫做什么呢？而是由这个就是流量圈和这些无脑的观众们啊进行自然筛选出来的。还有啊，说建设海南是建一个可控的对外窗口，如果海南建成了，香港这个不太可靠的窗口就可以关闭了。你不要乱说，对不对？海南如果可控，那就不是对外，对吧？至于香港的话，他们也会努力的争取自己的位置啊。而且香港现在是咱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怎么就不可靠了？绝对可靠，对吧？上头住的香港维和部队啊，不叫他们香港什么部队？就是也是一堆的人民解放军住在那儿吧，绝对可靠，没有任何问题，对吧？所以不能乱说啊。丁元 CTO 不是吴大辉嘛，他在里头待了一段时间嘛，但是后来待那段时间，具体这个就是范凯是哪个职位，他好像当过 CTO 啊，再往后是什么样的一个职位，我搞不清了。冯大辉好像后来的 CTO。上海的地方定了吗？哦，上海是这样啊，就是我明天中午出发去上海，大概是下午6点多到，然后呢，现在看可能会去做一场聚集吧，但大概率应该是在3号的晚上啊，3号晚上7点开始到9点，地方呢应该是在我住的那个，就可能是在我住的那个酒店啊，就是全季，因为我印象里所有的全季酒店的1楼呢都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开放的，可以坐在那儿聊天的地方，因为我想上海应该人也不是会很多吧，可能就在那里。然后那个酒店呢，应该叫上海全季东方什么来着？就那个字我不认识，这又丢人现眼了，对吧？这个我呢，就是明天到那儿以后呢，先去跟酒店的人商量一下，如果没有太大的问题的话，我们就在这个酒店啊就办。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再在酒店附近找这个咖啡馆吧。然后呢，我会如果没什么问题，我明天会放这个报名链接出来啊，199一个人啊，这个还是要收费的。就是北京、天津都是199一个人啊，我们希望上海呢应该是一样的。然后这个钱收下来以后呢，这个我也讲得很清楚，就是第一个呢是我会去购买一些吃的喝的啊，这个就是让大家可以这个不用这个干瞪眼啊，可以在现场有吃有喝啊，这个可能也会给这个酒店分一点点吧。
第二个呢，就是其中大概接近一半的钱会发红包啊，现场发红包，就是谁来了，这个就交钱啊，然后大家开开心心的分个红包啊，也算是一个比较开心愉快的事情吧。然后第三个的话，也许还有剩余呢，就算是补贴一下老范的这个差旅了啊，因为我跑一圈的话，怎么着得大概3、4千块啊，这一圈的这个成本啊，那么还是希望有一点点小补贴的。而且呢，因为明天后天就是1号、2号、3号都在1号、2号、3号、4号吧，都在上海，所以未来这几天的更新呢，可能就会比较不规律了啊，特别是周五的直播可能就没有了啊，然后周日的直播大概率也会停下来啊，所以未来几天的话，大家也都好好的休息啊，老范反正有空呢就开个直播，或者是录2期节目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如果跟大家聊开心了就忘记了呢，就请大家原谅了。今天怎么穿的像宫廷里的王座，在王座上啊？没有这个，后面呢是一个叫做圣诞酒店的一个这个装修啊，是一个这样的背景图。然后我穿的呢是睡袍啊，这个家里的大睡袍，暖和嘛。现在最火的16人格是显著 MBTI 的大5人格衍生品啊，根本不是什么的这个 MBTI， 这个我就不是那么了解了，也没有那么多闲心思去了解这个事儿啊。老师啊，这个新年好啊，大家都新年好。这个 BI 主打什么啊？一个什么分析是奇奇怪怪的数学模型忽悠老板改造团队的啊？好吧，那他们就这个很多这种，我觉得都是谁出了钱说要求怎么去进行阶级斗争用的。来给站好2025天最后一天不港的范老兄打扣啊，欢迎，感谢应该叫。有阵子没来直播了啊，这个不对，应该坚持来才行啊。上海东方，这叫什么德？这字我就不认识，告诉我这字念啥？什么德成店？对，就这个店啊，就是我就应该在这个店啊，然后义德啊，司马懿的懿啊，好吧，好吧，好吧，这个东方宜德店啊，宜德城店啊，就在这儿。明天啊，就是礼拜3，就是3号啊，1月3号晚上7点到9点，大概率就在这里。对，司马懿的懿啊，感谢，来迟了啊，不晚不晚。上海哪里呢？啊，刚才不是讲了吗？上海这个叫做全季酒店东方宜德城店啊，大概率是在那儿。这个见面会啊，如何报名啊？我会放一个微信小程序出来啊，叫做班猪啊，那个小程序是专门帮大家报名的。然后呢，应该是在明天下午大概明天晚上吧会放出来啊。这个因为我需要先跟酒店打个招呼啊，就是反正10来个人吧，我估计有10个人就不错了，对吧？这个还是稍微保守一点。我现在看好像在东京做那次有20几个人啊，东京做那次人最多。然后呢，北京那一次的话，大概最后应该不到20人啊，也将近20人吧。天津那一次呢，报名的人大概是10来个，但是最后来了20多个啊，这个也是很神奇的一个事情啊。反正差不多就是20人上下吧，10到20个人。今天还直播，对啊，2025年卷到头啊，2026年我准备多休息啊。Manos 之外还有哪些好的 AI 应用方向？我从来没觉得 Manos 是一个好的应用方向啊！你这一句话就把 Manos 变成好应用方向了，他们一直觉得他们是很二的一个方向。这是什么？啊，司马懿对。怎么看老罗调戏豆包的对话啊？豆包现在其实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豆包呢？我之所以原来用的很多，现在用的很少的原因是，他动不动就拒绝回答，这就没法整。我前几天在准备这个，火箭发射公司啊，谁发射成功了，谁没发射成功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就去问豆包到底什么情况，你给我搜集数据。然后豆包就突然说，咱们换个别的话题吧，我不跟你聊了，
对吧？看来在中国呢，哪个火箭发射公司发射成功，哪个没发射成功，国家队怎么样了，这个事儿，对于豆包来说是个敏感问题。但是这个事儿谁敏感谁不敏感，你搞不清楚，这就很烦，对吧？你有这样的一个 AI 助手，你怎么弄啊？封歼日本5A 和牛里脊和缅因龙虾尾水陆大餐配日本荞麦面啊，意式猪脚腌辣灌肠与扁豆啊，有意式猪脚这种东西吗？我以为欧洲人都不吃这玩意儿。瑞典封腌自飞鱼开放三明治啊，这个飞鱼不是会很臭吗？卡罗莱纳梅豆菜梅豆菜饭，这是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了。宽叶羽衣甘蓝培根冬季螃蟹爪肉爪肉色拉啊，这个好吧。午夜12个葡萄，这是什么东西？美国南方玉米面包，南美风黑色水果干蛋糕，美食筐水果碗，意式气泡酒，法式红酒，意式浓缩加奶咖啡，好吧？意式浓缩加奶咖啡跟拿铁还不一样吗？宜德城站啊，在上海三林地区，我也没去过，反正因为徐凯定在那儿了，所以我就干脆跟他们凑一块完事儿了。前谷歌 CEO 啊，Eric Smith，这个 AI 末日警告：5年内 AI 无限上下文，1000步推理，100万代理自创语言，人类无法理解，10年内会实现吗？这个我还没看啊，等回头我看了再说。咱能不能提点跟咱们聊天相关的事儿？不要满脑子这个，我觉得你是不是 AI 找到的问题啊？谁能搞一个一键逆向的 SaaS 啊？这个 Uncanny 拉风投，这个别费劲了。这个传统分析师培养周期太长了啊，市场严重求大于供啊。这个分析师这件事儿，不确定了啊。丁香园啊，应当搞得不错啊。CSDN 似乎名声不那么好。丁香园疫情以后基本上也就挂了啊。不过这类网站似乎没那么高科技。但是 CSDN 呢，它是程序员网站，你如果连别人说什么你都听不懂的话，这事儿也是有问题的。俺知道德国烤的是猪肘子吧，不是猪脚吧？配酸菜和面包很好吃。对吧？所以我一直以为欧洲人都不吃猪蹄呢。你说的猪脚到底是猪蹄还是猪肘子？这是让老范报菜名吗？这人家做的好好的，这个做新年大餐给人念一遍也挺好啊。当然我这个朗读功能不行啊，有阅读障碍，所以念的磕磕绊绊的。进来点个赞，欢迎。在三林啊，好地方啊，那个地方在上海房价都不算低啊，这就不知道了。西班牙习俗啊，要随着新年钟声啊吃12个葡萄哦，还有这样的东西，真神奇。这些菜基本都是各国过新年玩吉利发财的这个菜肴啊。好，川普都要什么？分析师其实挺缺的，就是安全许可不好拿啊，这个就不知道你在回答哪一个问题了。好啊，我们继续读评论。圣诞前的商场 City Walk 啊，这一期呢，其实我当时录了2个视频啊，一个视频是我太太拿 Pocket 3录的，另外一个视频是我自己拿这个 Osmo 360录的。我今天呢还把那 Osmo 360的那个视频稍微收拾了一下，但是还是有点头晕啊，因为我太太是不愿意出镜的，她始终在镜头周围晃来晃去的，导致我这个取景很难取，所以最后那个视频我就不打算再剪出来了啊。那个 Osmo 360的视频确实比较难剪。
有人问了，说如今在中国啊，竟然还有庆祝圣诞节这等大逆不道之事，应立即通报公安部拆除该商场，并将其付之于炬，清除外毒，随后在废墟上兴建一座关公庙。这个您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言论呢？现在是这样，就是国内呢，甭管是庆祝元旦、跨年还是庆祝圣诞节呢，政府现在不说什么了啊。有人想去说啊，我们不过洋节这个事儿呢，通通都会被禁言，他也不会上来提倡你去过这个事儿。但是呢，如果有像这样的啊仇恨言论的，通通都会被禁言封杀啊，这就是国内的一个基本状态啊。前两天看散人也讲了嘛，说现在呢就是政府不办啊，就是包括什么政府跨年晚会啊，政府圣诞晚会啊，他都不办了。对吧？第一个避免出事儿，第二个呢也避免站队。但是呢，你商场啊，或者是这个个人啊，或者说一些小团体，你们自己愿意办，你们就办去啊，反正这是当生意呗，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人说啊，这是真的没什么人逛，还是有点不对？这个怎么看着这么冷清啊？因为那是12月23号啊，24号是人很多的啊，23号呢是。人确实不是很多啊，就是他这种商场现在是礼拜六、礼拜天人多，啊，然后节假日人多，平时的话也就这样了。当然，你上楼上吃饭都是会堵的啊，就是还是会排队。现在国内的商场都是这样，就是商场，就是买东西的地方都没什么人啊，就算礼拜六、礼拜天也不会这个有人排队的啊。但是楼上吃饭的地儿呢，就是平时到饭点都会有人排队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现在呢都不叫商场，叫综合娱乐体，对吧？它最主要的是吃饭、看电影啊，各种娱乐，卖东西呢是附带的。还有人说啊，BGM 不错，用的是大疆设备吗？啊，是啥 AI 剪辑呢？总体很棒啊。这个是这样啊，就是设备呢，就是你们看到的这条是大疆 Pocket 3拍的。但是我太太举着，因为我自己手抖啊，而且我走路呢其实不是那么稳，就是我一旦走起来会来回晃，就是我拿这种设备拍出来的这个视频呢，很多人看了以后会反映头晕，然后呢 BGM 呢是我使用的 YouTube Studio 里头有一堆的这种免费的内容啊，我是可以用 Gemini 3去搜索，说你这个有哪些我可以符合圣诞气息的这种免费的音乐啊，给我找一些，他就给我找了一些。这些放上去呢，就是不会有版权问题啊，大概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剪辑呢不是 AI 剪辑的，就是我自己用剪映把它拼起来就完事儿了。好，继续啊，这个我看看这边来也啊，欢迎。意式猪手灌肠和扁豆是意大利人过年吃的，猪手向前，这个扁豆像这个金币。把前猪手的骨头和肉挖出来，把肉切碎加调料，还要切碎啊，和那个消盐混合，再塞回去腌制5天。好吧，这么奇怪的东西，就是你最后还是能看出它是一个猪蹄儿的样子呗。民以食为天啊，是的，赛博吃播还是很受欢迎的啊，安全许可可难了啊，这个是我考过的最难的一个认证，必须要认真学习啊，你这个比较厉害。老范啊，对于我们的在就业这么低，而且越来越低的情况，跟着美国举国搞 AI，而且 AI 的未来又是大量取代岗位啊，是不是被美国无意中骗到了？这个我觉得想太多了啊！美国现在也是有很多的人在失业嘛，只是在进行一个产业结构的调整而已。这个反正我今天还是录了节目的啊，就是明天早上8点半还有节目可以看啊，大家可以看看 Notion 的老大到底是为 AI 指明了一个什么方向，你可以想象一下，到底什么样的事情是有了 AI 以后还是需要人干的，有什么样的事情会被替代啊？你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思考的方式吧。对，剪辑360视频是有专门软件的啊，这个是要么在手机上用 DJI Mimo 啊，或者是在电脑上使用叫 DJI Studio，否则的话是不行的。普通剪辑软件这种360度的视频是没法去剪辑的啊，而且这种软件都挺难使的。怎么看这次罗永浩的直播？没看，
这个我为什么要花时间去看呢？丁香园旗下的用药助手挺实用的啊，是，就是他们还是有些产品不错的，只是没赶上好时候。跨年了啊，是的，你同意 Notion 老大那篇宣言作为方向对吗？啊，这个不叫那篇宣言作为方向，对吧？你不要上来就套我啊，你同意吗？还是不同意？对吧？我可以同意其中一部分嘛，对吧？这个我可以不同意其中一部分嘛，对吧？我不可能说同意一个人所有的内容，对吧？一上来你同意吗？哥们儿，你稍微的说话过脑子。报告，美国现在没有那么多人失业啊，很多工作招不到人。美国呢也有很多人失业啊，只是呢你自己看不见或者看见了不愿意承认而已。赵怡啊，对，1万兆像赵怡，这个俺还跟他一起做过 group project 呢啊，这个他当时学的好像是什么 system 哇，这个词不认识，写这么多英文，你不是难为我吗？继续啊，李飞飞访谈，有人说啊，老范这个不善学习也就罢了啊，没话找话搞流量啊，居然还搞了个 AI 教母啊，果断跳过不看了啊。这个事儿是这样，AI 教母这事儿也不是我封的，对吧？在现在这个时代呢，肯定会有很多的这种代号啊，或者是这种绰号被起出来。有一些呢起完了以后就没有流行，有一些呢就进行了流行，或者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流行。对吧？那你说，哎，我们说了 AI 教母，它可能会让很多的或者说跨领域的人呢愿意看这个话题啊。你不能说因为叫了这样的一个代号啊，这个节目就怎么样，跟这节目本身的内容有关系吗？没啥关系，对吧？那你说，哎，我看到这个代号了，后边节目我不看了，这个也是稍微的有些狭隘吧。再往后啊，至少目前的 FSD 没能阻止特斯拉销量被比亚迪蚕食啊。这个比亚迪确实是比较奇葩的一公司啊。今天我还看到说在欧洲爆卖啊，说在英国，在这个欧洲，比亚迪的销量还是相当不错的，有些国家单国家月销量过万了啊，这个确实是有点难度的啊。在国内的话，新势力是吧？这个月销量过万就算活下来了。对吧？像比亚迪跑到欧洲去，在单个国家啊，月销量过万还是相当不错的。至于 FSD 这件事儿呢，我觉得那是完全另外一个新的产物啊，就是跟这个比亚迪就不是一个赛道上的东西，就像是，哎，你说这个怎么汽车发明了这么长时间，还有这么多人去玩马车，这个过程是一样的，但最终马车还是要被汽车替代的啊。FSD 就相当于是下一代的这个东西啊，比亚迪呢现在在自动驾驶这一块还差得比较远。这个还有啊，说这个各种幸存者偏差，大部分普通人没有在一个保障高度规范下发展啊，就是很多人被斩杀线，哎，这是斩杀线的吗？批判性思维的基础是事实求是，实事求是，以事实为依据，一个学数学的人就不应该以顶端少数人的思维能力去替代大部分普通人的思维。人与人的思维以及智商还是存在一定差异的啊。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件事是这样，就是李飞飞的访谈呢，他会对未来教育提出一些想法，这个并没有什么问题。对吧？你不能说，哎，你不是普通人，你就不配来去为普通人做规划了，这事儿肯定是不行。因为做教育规划的人一定是社会精英啊，这个跟他学数学还是学什么的没什么关系啊。当然也有像这个当时是谁呀、是钱学森吧讲的，说人再笨14岁还能学不会微积分吗？对吧？这个当然是比较极端的案例啊。你让他去做这个教育规划的话，那是会玩废掉的啊。但是我觉得。李飞飞作为一个大学教授，你让他想一想未来教育会怎么样，然后能说出来，这有什么问题吗？没什么问题啊。认知
系统啊，UBC 的啊，对，他是学认知系统的，是这样的。缺点是本科放养啊，好，这哥们儿是学认知系统的。老范是一家之主，那肯定一家之主，虽然家里老婆说了算。老范不愿意承认啊，目前美国失业率是4.6，哎，还是相当健康的就业数据。当然，你永远可以说，不应当有失业啊。这个对于美国的失业来说呢，就是它肯定还是有高有低嘛。4.6呢，如果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况，就不会降息了，对吧？你要承认说，哎，美联储觉得，哎，失业在上升，我要去降息，那就是美联储或者说整个的。一个系统还是认为这个数字有些高啊，而且呢，现在的美国失业率的情况是这样，就是它的很多的中层岗位在失去，然后在失去，对吧？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真正缺人的是很多的这种，比如说体力劳动啊，或者是一些那些失去中层岗位的这些人啊，这些白领他们不愿意去做的事情，对吧？它是属于有这样的矛盾性在里头的啊。你看我说的够全面了不？好啊，这个再往后，硬科技轮流上市这条啊，有人说想问老范，现在办美国旅游签证好办吗？是不是还需要一堆资料，包括什么社交账号？美国旅游冬季的话，肯定是要去南方，比如加州、佛州。春季过后选择更多了啊。这个首先是这样，就是我的这个美国签证呢是。我是有10年美签的，我大概这是我的第3个10年美签了，因为我第1个10年美签是中间把那个护照丢了，然后呢办了一个，然后办完了以后，现在是在申请第3个10年美签。我实际上是续签的，续签的这个手续要简单很多，对吧？这个社交账号我肯定提交了，因为我做 YouTube 的嘛，我肯定把我 YouTube 账号一交上去就完事儿了，对吧？人家啥也没说就给我过了，对吧？也没有要求说补充资料，也没有要求这个什么其他的什么银行流水什么都没给，对吧？这个包括这个面签，因为有些自由职业，因为我当时去找代理给我代送的时候，人说，哎呀，你这个自由职业者，他说自由职业者100%是要去这个补面签的。但后来呢，啥也没说啊，我还在那等电话，啥时候让我面签去？就直接一个电话进来说，你好，我是中国邮政，然后你的那个有你一个快递啊，拿回来就是护照，然后上头贴着美签就回来了，对吧？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至于哪个地方好玩呢，我就不太确定了啊，因为就是我反正至少这1、2个月还没计划去美国啊，还要再稍微的等一等。还有人问啊，说这个清华质朴上市之后，估值能超过摩尔县城吗？这个有可能啊，因为怎么说呢，就是这些人公司上市以后都是会连续拉可能10几、20个，甚至30个涨停板啊。你这样拉上去以后的话，他们就会快速的翻上去，这个是很恐怖的啊。咱们还是耐心等待吧。啊，这种东西上去了以后会有，就是很多人不是那么理性啊。而且他不理性了以后，还觉得，哎，我是不是有更不理性的人来接我的盘啊？他们还觉得我是这个相对比较清醒的一个，所以这个就没办法。这个老范说的算，那还老婆说了算呢，还能算一家之主吗？那肯定让我们家这个大事我说了算啊，小事都是我老婆说了算。人就是再笨，还能学不会微积分吗？啊，人家是14岁还能学不会吗？还是10几岁啊？反正是一个很小的年龄。白领转蓝领也挺香的啊，这个有人觉得香，有些人呢就觉得不香啊，这个一定是这样的。好，继续啊，斩杀线啊，斩杀线这一条的评论太多了，实在是念不过来了啊。有些人说了啊，说这个斩杀线的炒作目的真的很简单啊，提高国内生存的信心，打消润人的痴心妄想。这个其实一直就是这样嘛，咱们新闻联播3大主题嘛，领导很忙，祖国很好，国外很乱嘛，这个是符合主题的嘛。这个至于有什么其他的这种后续的想法，其实不那么重要啊。还有啊，说这个学生物化学的去做收尸人的工作啊，还去医院
临终关怀部门实习啊，这个听着有点不太靠谱吧？还用得着讲啥万圣节冰雨夜？小时候你没听过卖火柴的小女孩，或者是扫烟囱的小孩的故事吗？这个上海育婴堂的外国修女嬷嬷动辄用针扎那些孤儿，还有孤儿鼻子耳朵被老鼠咬掉啊，拿不出这个$400的现金，有啥稀奇的啊？在美国如今基本就不用现金啊，当然也不用手机扫码，每个月我会特意取点现金给割草的啊，我都不自己割草啊，好像不是那么斩杀线，对不对？昨天有特意准备了一点现金，今天去吃日本菜用来支付小费。哎，为什么啊？这个因为吃饭报销有额度啊，小费我自己另付，在报销额度里面啊，我可以多吃一个菜，不香吗？提问啊，我没现金也不扫码啊，那应该如何付账呢？啊，这个就不知道了。啊，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啊，就是我现在呢也只是查到了这哥们儿的一些履历啊，他自己号称学生物医学的啊，生物化学的，然后做过收尸人，做过这个医院的临终关怀部门的实习啊，但这个事儿我也没法去核实去，对吧？到底靠不靠谱这不知道，因为其实对于每一个个人来说啊，就是他有一些特殊的际遇或者自己的一些选择，都不能说可能性完全为零吧。啊，就是可能性再小，这个事儿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啊。这哥们儿呢算是比较会讲故事的一个人啊，这个肯定讲故事的能力很强了。至于这个其他的这种恐怖故事呢，反正里头都有一些符合逻辑和不符合逻辑的地方吧，也总有它的受众啊，这个没必要去一个一个去讲。至于$400现金的话，不是说你手里是不是有现金，而是说你有没有$400的活钱啊，而是说，哎，你一旦出了事儿了，你能不能突然拿出$400来啊？这个评论应该是卡尔加楚写的啊。这个，我相信你是随时可以拿得出$400的啊。但是如果说，哎，现在突然找你要$400，你拿不出来，你怎么办啊？讲的是这样的一个$400的故事啊，所以不要偷换概念。至于说你还这个耍着小心思啊，为了能够多报销一点，然后多吃一个菜，然后自己准备小费去现金小费这个事儿呢，又刷新了我的认知啊，这个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这个不扫码，这个没有现金，你还可以写支票嘛。虽然我从来没用过支票啊，但是我在美国好像也没见过人用支票本啊。这个怎么说呢？你可能也算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体验吧。还有人说了啊，说特意去 B 站听了下这个斯奎西大王的录播啊，通篇就是胡说八道，就是为了博流量的谎言啊，还说什么3到40个这个麦当劳的套餐啊，每个套餐10几刀，有点常识的人去 APP 看看哪个套餐要卖15、16刀啊，这个美国麦当劳套餐卖多少钱我也不知道啊，这个等在美国的人告诉我。我觉得啊是这样。故事呢，就是故事啊。你像老范讲故事也讲了啊，我不保证故事是对的，对吧？也不保证这个故事是最新的或者有很全面的信息，对吧？这个是故事，对吧？你说，哎，这个故事里头有错啊，那就所有东西都是胡说八道啊，从头到尾没有一点真的也不行啊。你要真让，比如说让老范坐这讲故事，从头到尾一句真话都不讲啊，所有话都得这个反着说，都得错着说，对不起啊，我也没这能力。所以斯奎西大王的这个故事里头呢，有错啊，这个我觉得概率是很大的，而且很多故事呢未必是他自己亲身经历的，对吧？有可能是他从哪儿听来的，对吧？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这个你就认为它里头所有的内容都是假的啊，这个事儿呢也偏颇了。继续啊，说这个还有啊，这个想起10多年前刚到加拿大不久听到的一个所在城市的故事，一个50岁左右的黑人流浪汉因为什么啊，我不记得了啊，这个意外去世了。平时租住在一家后院的公寓房里，之前他是大学老师，后来妻子意外死亡，他就精神崩溃了，也没心思工作了啊，后来就丢了工作，流浪了。期间也有人试图帮助他，但是他已经回不到之前。或者不想回到之前的日子了啊，类似因为精神状态出问题这个迷失了的加拿大好像不少，在中国没见过啊。这种事儿呢是这样，就是这种故事其实本身它的传播力度到底有多大，
中国呢是整个的社交媒体体系里头，或者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吧，它会阻碍这种故事去传播啊。而在加拿大的话，可能这种故事就传播开了啊，也就是如此，哪儿都有这种事儿，对吧？甚至可能中国是类似的事情不一定更多还是更少。一方面呢是我们在阻碍这种故事的传播，另外一方面的话，可能加拿大人也是太闲啊，可值得传播的东西也没那么多，所以张家长李家短啊，谁家出什么事儿呢，你们也愿意去传这件事儿。而在中国的话，每天有这么多娱乐致死的消息，哪轮得上这种东西传出来啊？对吧？早就被覆盖掉了啊，可能也就是如此了，不是说你没见过它就没有啊，这只是不传播而已。还有啊，说中国人什么时候对国外不关心了啊？而是只关心自己是否遭罪或者幸福，才能够算得上正常人的日子。你看世界上哪个正常国家会盯着别人家这个，或者是这个确实如此啊？这个你说对了，就是你到美国你去问说中国怎么样，中国在哪儿，对吧？其实以前都是这样，这2年呢，因为川普跟拜登吵吵了半天啊，中国怎么坏了什么的，可能美国人还知道啊，中国人干了一些不是那么开心的事情。对吧？但是你问他中国在哪个地方，或者你问他一些城市是在哪，是不是在中国，他们根本说不清楚。就是人家过好自己日子就完了，你管别人干嘛？但是咱们还是需要来去啊，通过描述美国的多么不堪，让自己过得稍微的舒心一点啊，这个还是有需求的。还有一条啊，说这个有没有想过，斩杀线是资本主义文明系统的优势，而不是劣势。任何活下来的文明啊，都有制度性淘汰机制的。我非常喜欢这条评论啊，这个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为什么呢？你在一个规则社会里头，就一定要不断的去传播这样的说，哎，你如果不守规则，就要受到处罚啊，而且会给你很多这样的案例啊，说谁谁谁因为啊破坏了规则，或者不守规则了，或者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他就会被整个的规则社会所淘汰。然后呢，以此来去训诫每一个社会中的人继续循规蹈矩的走下去，对吧？而且他的这套规则体系一定会有被淘汰的人啊，这个是正常的，是要为了保证整个社会继续向好的方向去发展。你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制度性淘汰机制的话，就会很麻烦啊，这个社会可能就大家都变成懒人了，或者都是什么平均发钱啊，就会变成这样。如果你是像中国这样啊，行不可实则微不可测，有这个很模糊的这种斩杀线啊，或者说它整个这个淘汰机制是不允许说的，谁被淘汰了，为什么都不允许说的话，也会形成一种威权政治啊，这个也是非常麻烦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像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哎，我们有斩杀线，而且我告诉你，很明确的告诉你，你哪些事情不能做啊，你做了以后就会跌落。对吧？而且你还会给你例子啊，谁谁谁这样做了这个事情啊，他就跌落了，对吧？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斩杀线比较正面的部分啊，就是我看了这么多评论里头，这条评论是我最喜欢的这个斩杀线相关的评论。好，再说啊，老范在路径依赖说片面故事了啊，这个其实没看过啥中年了、体力了的统计，失业率也不是中级工作这个失业率啊，是否降息啊、升息啊，这个是比较复杂的博弈啊，这个不是只看失业率，对啊，人家还看通胀啊，通胀现在下来的受到一定的控制啊，但是失业率呢，确实也是会对这个事情有一定影响吧，你愿不愿意承认是你的事儿了。12月26日，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在初步预算案的表示，这个什么，这个是计划在2026年度，将面向外国人的签证发放手续费提高至现行的5倍。本来啊，国内单次200多的啊，是吗？我还没去办日本签证呢，这个回头再问问吧，这还有这样的事情。啊，你为什么觉得 Manos 不是好方向？那 Notion 的产品方向比 Manos 好吗？这个我更喜欢 Notion 的方向啊，Manos 我是一直就没看好过它啊。这个所有尝试
做这种通用型 agent 的，然后你自己还没有大模型这种，最后通通都是活不下去的啊，这个没有任何意义。而 Notion 的话，它至少还是解决了一些问题的啊，在这点上要比 Manos 要好很多。而且你想 Notion 都100多亿美金了，你 Manos 才20亿美金，这玩意儿哪有可比性啊？接触实体的工作啊，没 PR 做不了。PR 是什么东西？需要背景调查的啊，这个我就不懂了。14岁学微积分其实没有那么惊人啊，能真上不错的大学的，其实14岁学习能力，呃，本来就可以不错，但是这个肯定还是有一个比例嘛，应该还是一个非常小比例的情况吧。你不可能说所有人都可以上不错的大学吧，对吧？那么你如果让这个钱学森去啊，这个是人再笨，14岁还能学不会微积分吗？那你说他改完了以后，这高中教育、初中教育咋混啊？混不下来啊！绝大部分人就直接在那儿这个啊，直接在那儿这个原地惊呆，就不会玩了呗。必任科技啊，暗盘交易了，这个好吧？这个必任我就不再猜测了啊，所有国内的股市我就都跟他们没什么关系。美国有这个 credit line 啊，就是这种信用线吧，一般至少啊这个1-2万啊，平时不用可以放着，急用钱的时候直接手机上转账就成了。那有多少人有这个东西呢？美国不少街有露宿街头，多半是有物质成瘾或者精神疾病，实在没地方住了，去庇护所肯定会给你个安全的床位和可以洗热水澡的浴室，但是几乎所有的庇护所，都有戒毒戒烟要求啊，不少规矩街友街友们不少规矩街友们无法接受，好吧？哎，那你说我如果去美国的话，是不是也可以上这个庇护所里去混一晚上呢？去体验一下这个不知道啊，没去过。老范判断不了，那么并不是我就判断不了，对不对？我说不靠谱，你也说不是绝对不可能啊。这是一种绝对的那种老范经常指责的说治病不说剂量和副作用的诡辩方式啊。那你就证明呗，你证明这个事儿是这个，你可以有完整的闭环去证明它就行了，对吧？你不能说哎我能证明，但是我不告诉你为啥，这不是扯淡吗？社会有惩戒机制和美国社会是否惩罚到那种斩杀是两个概念。我觉得是这样啊，是斩杀线的，它就是个词儿，对吧？你说这个词儿，或者说美国可能平时它也有类似的这种，就是你们可能自己有一种说法吧，它是不是叫斩杀线这件事，它并没有那么重要啊，不是因为它叫了斩杀线，这个社会现象就发生什么变化了，并没有什么变化，对吧？而且呢，就是美国也好，加拿大也好，就是这些国家他们会愿意去宣传这件事情，然后呢，告诫这个社会上的人呢，要尽可能的避免被斩杀啊，避免陷入到这样的一个难以翻身的这个位置上去。我觉得这个事儿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啊，这就是我要去讲的东西。至于叫不叫斩杀或者叫什么，其实我也在整个的视频里也没有讲说到哪一天了啊，到哪一步了，你剩多少钱了，你就丢入斩杀线。我说了吗？没有啊，自己不要往里加戏哦。美国一直有流浪文化啊，这个越战之后，正式发扬光大，成为显学了。哎，有吗？有钱的整辆车当做 nomad 啊，这个没钱的街上一躺啊，又要到饭了，不是那个金牌讲师干的活吗？很多时候街友们如果想要找个稳定但无聊的生活啊，其实有的选啊，只是他们由于种种原因啊不太愿意啊，这个就真的没有那么了解了啊。美国 PR 就是绿卡啊，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是不是要绿卡才能接触尸体了，也许是吧。只要你有正经工作啊，这个报过1年税，就可以去银行申请啊，这个
这个门槛挺低的啊，好吧。老范没说错，很多人上大学就是在混，但是钱学森的意思是，如果你不混的话，当然老范可以不承认啊，老范说的是14岁，对吧？这些人14岁是不是就可以，而不是说这个上大学混不混？我是说有多少人能够上好大学，对吧？你老偷换概念，你前面讲的是啊，如果这个人能上好大学，他14岁的时候应该能学会这个微积分，而我说能上好大学的人本身的数量就很少。跟他上了大学以后混不混没关系啊。老范可以去庇护所住啊，他们不查身份，但是你衣着太光鲜了，再穿点名牌啊，就会被小声议论。咱们没有什么好衣服啊，这个也可能，比如我穿着这样的睡袍进去，是不是就很正常了？钱森森就是混混啊，这咱就不了解了。好啊，继续。高科技领域到底是不是可以搞举国体制啊？这实际上是一条帖子，但是呢，评论巨多啊。这个帖子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在半导体啊整个这个科技发展的时候呢，苏联也认为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然后举国之力啊就开始往前走。他们呢是由这个叫计划经济委员会来去审批各种的方向，审批拨款，然后呢这个就是等于是大力出奇迹嘛啊，这个多干快上的一个方式就往前走了。但是最后呢，他们没有像美国那样啊，就是大家很分散的去创业、去投资，靠市场来检验的这种方式呢，美国最后走通了，苏联没走通啊。所以当时我就问说，是不是这个社会就是个草台班子呢？啊，草台班子才能胜利呢？对吧？这个就是当时提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发了个帖子吧。我记得那个帖子在推特里啊，那个谁，辛海爸还在后头回呢。他说：“你看，拿破仑就是一直认为英国也是个草台班子，但是拿破仑也被草台班子干掉了，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就有人在下头去评论了啊，说只要目标是对的，计划经济一定是更好的啊，这个举国体制更加高效。这里的高效不是全要素生产率，而是牺牲一部分人啊，更快的达到目标。计划经济的问题在于无法找到合适目标，搞大炼钢铁、大跃进一起完蛋。目前中国一定是更快，因为大部分需要攻关的有西方人已经插过旗了。经过已经证明过原理是可行的了啊。中共只需要画目标啊，光刻机、大模型、电动车、回收火箭啊，只要有超额收益啊，全世界的人总会有来帮忙的啊。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呃，有一点是对的啊，就是如果目标啊，这个计划经济可能在一定时间内是有效的但是呢。计划经济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办法保证目标对啊，这个事儿是很麻烦的。就是包括市场经济，其实最主要的价值就是帮助我们去选择一个正确的目标啊，而且在目标错误的时候，它可以让损失呢变得可控啊，而且呢可以有很好的这种回撤机制，或者说是回调的机制啊，而计划经济是没有这种回调机制的，所以这个就没有办法。至于现在的话，你也不要认为说啊，这个外国人已经搞明白光刻机是怎么回事了，这个大模型、回收火箭、电动车都搞明白了，我们只要照这方向往前走就完了。这里头坑多去了，对吧？你看了马斯克这个把回收火箭做回来了，你以为光中国人会抄吗？美国人也抄啊，蓝色起源现在刚抄头一个成功的，还有那么多公司在那抄还没成功呢，日本人也在那抄也没抄成功呢，中国现在这么多公司在这抄，对吧？也没成功的，哪儿那么里头有一堆的细节需要去折腾啊。而这些细节，如果对方不公布的话，其实也是需要一次一次的进行创新啊。这个只是一开始呢，比如说马斯克敢去想这个事儿啊，我要去做可回收火箭，别人呢不敢，对吧？或者说在原来的体制下呢，他的这种试错成本太高啊，没有人愿意去叫做什么呢？丢掉屁股底下的座位啊，来去赌这个可回收火箭这条路而已。那么现在有人赌过了啊，那么现在就不会再有人说，因为我们去做可回收火箭失败了几次以后，把这个屁股底下位置丢掉啊，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所以大家就可以去试啊。其实好多东西是在这儿。这个
还有说中国的举国体制并不是前苏联的计划经济，它是结合资本主义创新方式的一个融合体，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很大关系。很多所谓专家学者将中国体制误认为以前苏联的计划经济和共产主义。在这种错误的认知之下，所有的研究结论必然是有错误的。中国现行的这种体制和经济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它是结合了自己的文化传统、人和政府关系的一种政经体啊，谁也不知道它的结果是什么啊，因为现在人类认知都是建立在已有的结果的政体上如前苏联、美国、欧盟啊，但现在的前苏联已经死了，美国正在往回走啊，欧盟现在看着离解体也不远了啊。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就是中国的这个体系呢，肯定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体系啊，而且这个里头也确实有一些中国文化在里头啊，这个是真的。现在呢，咱们毕竟也是一堆的民营火箭公司、民营大模型公司、民营的芯片公司，对吧？现在我们也想明白了，就让大家民营去了。但是呢，中国呢又不是一个完全市场竞争的一个态势，对吧？还是有很多的政府干预在里头，所以最后到底会变成什么样不知道，对吧？中国呢一直属于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政府管得松一点啊，可能大家跑得快一点，然后搞得乱一点，然后呢政府收得紧一点呢，这个就大家就这个萧条一点点啊，大概也就是如此。而政府指导方向这件事儿呢，政府现在国内的政府是这样，就是你们先跑完了以后呢，我们再挑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方式。它呢会让这个政府做出正确决策的这个几率会比苏联这个计划经济委员会肯定要高，但是呢，在一些比较大的底层的逻辑上，其实跟那个计划经济委员会并没有特别大的区别啊。至于其他的啊，前苏联肯定解体了，没什么可讨论的了啊。美国呢，美国这种政府其实是每一次换届，包括每一个时间点，他都会重新思考自己的政策啊，不是说这就是美国政治啊一成不变的，不是这样，他也是在不停的调整过程中，对吧？这个川普啊，就包括MAGA 主义、川普主义啊，他也有一套自己的这个底层逻辑啊。民主党上来，他也有一套自己的底层逻辑，而且都是共和党的总统，你上来了以后，可能每一次也都有自己这几年的这个施政纲领，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没必要说美国就这样了，这个真的没意义。至于欧盟的话，解不解体无所谓了，我反而是觉得他们是自己这个小院高墙筑好了以后，岁月静好就行了啊，也影响不到别人啊，他们自己呢开心就好。还有人说说这么说是不全面的啊，苏联是技术路线单一啊，国家主导，也可多种路线相互竞争，因为电子管可以防止核辐射啊，美国是都有研究啊，结果后来微电子芯片领先了，然后碾压了电子管啊，不是美国一家，是整个西方，当然是当时的日本、法国的芯片发展比美国还厉害，结果美国用了各种手段把日本、法国的芯片产业给打败了，这就是国家行为了啊。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就是苏联为什么路线单一，对吧？你现在集中力量办单，肯定路线单一。我们讲的不就是这事儿吗？至于说这个后面大家这个相互竞争，那就是还很多有国家在里头干预但是也有很多就是商业竞争的一个情况其实日本也好，法国也好。法国吧，他们肯定没有美国人卷这个是必然的。而日本呢，他们那种工匠体系的话，其实不太适合创新这个我一直认为日本人是不适合创新的一个民族他的体系吧，跟民族没关系民族我们不能民族主义还有人问说如果有一个国家既有举国体制，也有草台班子，该怎么办呢？首先我们要讲所有国家都是草台班子这个因为我们从来不能有任何一个国家不是草台班子因为毕竟你要管理这么大一个国家，它有很多的层级，很多的分支你不能保证所有的人都用统一的思维去思考问题，对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所有人一定都是草台班子那么所以在草台班子下，你要再想搞举国体制的话，只能比这个明知道自己是草台班子，还承认是草台班子，还有一套规则来去限制草台班子这个胡搞的这种国家，要更吓人一点点也就只能说成这样了。好这个我看看
我是个小灯啊，比小10岁啊，你比我小10岁应该算中等。这个，但是我觉得小米就是为了廉价这种企业长远发展在哪里啊？这个慢慢看呗，这个着什么急呢？小米发展到现在也不是1年2年了，跨年好啊，跨年好。老范在这里说故事啊，真有哪个段子是闭环证明的吗？没有啊，对吧？我也没闭环证明啊，我就觉得告诉大家，我这事儿本身就不一定对啊。然后你觉得我这个事儿有问题，那你一定要证明说你那个比我这个强，那你为什么不给我一个闭环证明啊？对吧？也就是这样，对吧？那你说，哎，你听个故事，我听得挺开心就完了，我也不跟你抬杠，对吧？你愿意抬这个杠，你就把这个闭环拿出来嘛。钱学森当年在美国并不是混混啊，当然，也没大国说的那么玄乎啊。这个具体我就没有那么了解，钱学森的生平不是那么了解了。2026年快乐啊，放烟花了啊！这个烟花北京应该不至于。计划经济适合知道正确答案过程啊，但是创新比好基因突创新好比基因突变啊，非常不可控。伟哥一开始也不是奔着解决这个量刑问题研发的啊，这跟量刑有关系吗？这事儿啊，这个他最开始是降血压的吧，好像是两性问题啊，好吧。老范去庇护所过于光的意思是穿着不够狼狈落魄啊，要不老范打扮一下，让俺们判断一下是否像啊。当然啊，俺们可无法闭环证明啊。这个庇护所这个事儿呢，反正也就是一提吧，我应该大概率不会去啊。解决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良药，恰恰是允许形成独立运营的行业协会。但是另立山头啊，忽略了领导啊，这个政府是不能接受的，这个一定是如此的。床位不紧张的话，没必要特意往埋汰整啊。这个许多临时住庇护所的人，身体和衣着都是挺干净的，这个就真不知道了啊。这个事儿完全没有经验。刚才应该是悉尼跨年了哦，这么回事好吧？啊，这个我们这儿是9点多了啊，他们这跨年了。老范不是一直在证明观点比我强吗？啊，没有，这个没有什么观点强不强的啊，我只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把一个观点闹明白啊，有些事情呢，我可能有一些自己的这个主观认知啊，然后呢，有的呢是我也自己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啊。你要证明你对我错啊，那没问题啊，但是你就要这个说服我，对吧？我呢也没惦记说服你，对吧？你如果想说服我呢，你就要拿出证据来，不能你说什么我就信了呀。几分钟烧掉近千万刀，这什么意思？说的哪段？好，继续啊，这个 K12不行了啊，瑞典高中辍学生的这个 OpenAI 科学家访谈啊，这一期里头有些人说了，说我也觉得 Web Coding 是不太行啊，像抽卡一样。这个事儿呢，为什么我要读这样的一条评论？因为最近呢，我看到有很多人在 Twitter 上去约战了啊，约什么战呢？就是完全 Web Coding 不看任何一眼代码，然后出结果，对吧？这个呢，我觉得，怎么说呢？至少我现在使用的 Web Coding 工具做这件事儿还是有难度的，就是你完全不看一眼代码还是比较难搞定的。但是呢，既然有人开始约战呢，说明 Web Coding 可能已经快要跨过这个临界点了，就是可以完完全全的不看这个代码啊，也完全不懂代码，只靠说出需求就可以得到可以用的这个产品啊。如果跨过这个临界点以后的话，啊，那可能整个的编程领域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当然，你说这个最后行不行啊？我相信这个一定会跨过去啊，这个可能是今年跨过去，啊，今年已经没戏了，2026年可能这个点就一定会跨过去，就是可以让更多的完全不懂代码的人，完全没有任何开发经验和受过这个编程教育的人啊，也可以 coding 了。而且在 Web coding 的过程中，完全可以不打开代码看任何一眼，啊，就可以得到可用的结果啊。这个我觉得2026年啊，这个实现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啊。
但是我们其实真正应该去思考的就是，当这个临界点迈过了以后会怎么样啊？这个才是真正大家需要去思考的问题。然后啊，是这个有人说了，这是幸存者偏差，不适合大多数人啊，这个是一定的。就这个瑞典小哥干的这个活绝对是不适合大多数人的啊，就是绝大部分人你是走不通这条路的，想都不用想。还有人说职业经理人更希望一个中规中矩的、听话的，那种能干的。其实职业经理人是排斥的啊，这事儿是这样啊，就是这些职业经理人呢，未来到底有多大的生存空间，我是存疑的。因为我对于未来的这种思考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现在做的很多事情，其实有些呢是在解决根本的问题。但是呢，有可能70%的工作是在维持沟通和协作，对吧？这个大量的，比如说我去开会，我去写报告，我去这个留各种什么留痕啊，各种这个责任划分啊，实际上都是在维持协作的过程。而未来的话，这个可能所有这些维持协作过程的这些岗位呢，就通通都被 AI 替代了，或者被 AI 极大简化了。而所谓的职业经理人，其实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在于维持协作的进行，或者维持更大规模、更复杂的协作的运行啊。而这些东西可能正好是要被替代的部分。还有人说德国二元制已经崩了啊，凡是中产阶级都想让孩子读大学，现在 Z 时代啊，更是想不劳而获啊，所以德国电工的底气只是没有人跟他抢工作，如果实在没人干啊，只得去招外劳，而招外劳的手续非常麻烦，签证问题、语言问题、住宿问题、雇主担保一大堆的问题啊，因此才有所谓的尊严啊。这个德国二元制是不是崩了？我不知道啊，因为国内没有看到。国内现在其实在鼓吹德国二元制，为什么呢？就是想让年轻人分流嘛，分流了以后你要鼓吹这件事，但是呢，我们又没有给这些蓝领工人一定的保障啊，所以，我在国内的话，这个分流啊，甭管是中考分流还是什么时候分流，大家都是急需抗拒的啊，还是要去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很大原因是国内 HR 竟不干人事啊，这个我倒不这么认为。这个失业率高呢，跟 HR 没什么关系，因为 HR 有一个考核指标，就是你到底招了多少人。你公司不招人了，你肯定失业率裁员了，不招人了，缩编了，你失业率高，跟 HR 有啥关系啊？这玩意儿就属于是这个什么啊？这个最上面的根本原因我不管，我就管下边这个干坏事的人啊，这个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还有人说啊，说老范说的这种思路和这个评论的观点，就是一个投资人或者是受体制内风格啊，北方文化这个浸染的人的想法啊，这个 Gabriel 啊的思路和做事的方式应该是大家都可以的，但是正常西方教育的风格，这是正常西方教育的风格，很多人都可以做到。只要稍微训练一下，但是在中国啊，恐怕清华也不一定，我就不行啊。这种自我学习的能力和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后面很多年才意识到啊。这个不知道这位评论的人是不是清华的啊？我忘了这是谁写的评论了。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在这一点上呢，西方教育肯定要比国内的教育要强啊，这个我是承认的。但是呢，我也不认为走西方教育体系的人就可以把 Gabriel 这条路都走通，这个我还是觉得这哥们儿自己就是个天才。还有啊，说这个关于创始人的老婆是否漂亮的问题，我想杠一下老范，这个扎克伯格那个算个例外吧。扎克伯格原来娶的这个老婆，怎么说呢？至少以国内或者网红标准来看呢，确实是，呃，这个审美不一样吧。我只能说，人家扎克伯格没准就特别喜欢呢，对吧？这个也难说的事儿，对吧？或者人家可能原来很漂亮的，或者说这个打扮起来以后啊，或者说经过一定的这个捯饬以后，就会变得很好呢。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对吧？因为现在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美女也是
整形化妆美以后的美女啊，所以像扎克伯格这种，他到底在选择一个什么，咱们也不知道啊。而且，我们讲的呢，只是一个筛选标准和一个怎么说呢，算是一个大概率的统计规律吧，还是靠谱的。在这个所有统计规律里头，总有例外啊。像扎克伯格这种，你说到底算不算例外呢？反正大家自己想吧，这个我也没法说啊，总有例外的。啊，18年的时候啊，因为好奇住过一次西雅图的庇护所，说实话不比平价的 Airbnb 差多少啊？是这样的吗？啊，还可以哦。哦，放烟花啊，放烟花，我觉得该放就放呗，你不让它放，这个销售额也没有，对吧？经济也起不来。但是具体到老范去庇护所啊，穿的落魄点儿啊，不容易穿帮。这个像我这本来也很落魄吧，呃，我觉得还好。烧1000万刀啊，带来旅游等其他经济收入几亿刀不亏，对啊，这个甭管带来多少收入吧，至少大家开心一下也不亏嘛，对吧？你说哎这个事儿浪费钱，我不让你这个花，那大家就都在这儿坐着呗，这个经济就起不来嘛。范老师仅需一句咒语，上帝保佑我哈，好吧。德国人口会先于二元制崩溃的啊，这个就真不知道了。HR 啊，不都是这个 recruitment manager 啊，就是招聘管理嘛？这个不一定啊，这个需要这个轮岗去招一段时间人嘛？这个真不一定。像我们以前 HR 就是分工的，有管薪资的，有管社保的，有管这个企业内训的，有管招聘啊，也有管这个绩效的，都是分开的啊，不是说让他们自己在内部轮来轮去的。这个不同的公司不一样。我觉得最逗的还是华为啊，做完程序员做 HR，做完 HR 做程序员主管或者高级程序员，他是这样去轮的啊，那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神的啊。所以他们的HR 出去面试的时候不需要带程序员，这个特别逗啊。而且有的时候程序搞不定了，会把 HR 拎回去改代码。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啊，反正以前是这样的。我以前有个大公司同事，程序员越南女生啊，我有一次恭维她是在哪里上大学的啊，她有点不自然，后来熟悉了，知道她压根就没有上过大学，她嫁到美国，人家说学 CAD 可以找工作，她就报了个班，然后人家说编程钱更多，她又报了个班啊，然后程序员了，挺好的呀，没什么问题啊。其实高中就开始培养我们自我学习的能力了，但是好像现在我读的高中，没有坚持住啊，开始做题区了啊，好吧，这个没办法，你这个只有刷题才能最有效的提升分数啊，这个真的没办法。这个老渣哥的老婆在白男眼里是好看的啊，范冰冰那种在白男眼里，啊，这个感觉就是长得像，白人，但是又不太像的亚洲人。啊，是吗？就是这个扎克伯格的老婆在白人眼里头是好看的，这个我还真不太确定了。今天又是横竖屏同时吗？没有，只有横屏啊。这个竖屏我以后不打算开了。上次开了一次横竖屏同时的这个，实在是挺没劲的啊，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无聊，因为它等于同时开了俩直播，还分流啊，这个就挺没意思的。对，没看到竖屏。越南的女生其实也没必要不自然啊，反而应该很自豪的说我没上过大学，也一样工作。这个我觉得他可能还是受过一定的这种亚洲文化的熏陶，觉得没上过大学还是不那么自然啊。如果她是个天生的，就是土生土长的美国女孩，可能就会很自豪的去讲这个事情了。补充一下啊，她可不是啥天才，工作比较认真啊。当然，我也没办法闭环证明她不是天才。这个我还从没听说过啥闭环证明可以这个证明是这么雄辩的说法啊。这个赶紧多熟悉熟悉，练习练习啊！好，赶快学习一下啊！当然，对于这个越南女生是不是天才这件事儿，我本身也不是特别关心啊，所以你是不是闭环证明也无所谓
啊，这个我也知道有很多人从学习班出来也能够在公司里头混下去，但是呢，像我们以前啊，在中国的互联网公司里头，这些人是肯定混不进来的，啊，就算是混进来呢，也不是上学习班的啊，那就真的是，比如说解决了一些在开源的，比如 GitHub 解决了一些问题，真的是这种天才程序员啊，我们也有办法把它筛选出来，啊，那绝不是上学习班，就是上学习班想混到中国的大厂里头还能一直混下去的，这个基本上不可能。得看他跟小扎的结婚照啊，现在都变成大妈了啊，就没有参考性了，好吧？我还真没看过他结婚照，没注意啊。主动式的 agent 是不是伪命题啊？因为上下文数据大，隐私多不好采集啊。我不知道你这个前的主动式是怎么定义的啊，所以你这哥们儿就永远是这个游离在我们的聊天之外啊，然后问的所有问题都跟我们聊的都没关系。卡老师加油啊！这个以后 N 和 NP 问题的这个证明就靠你了啊！这是个什么问题？好，我们不管它了啊，这个继续。这个老外挤破头来中国看病这条啊，有人说台湾大约比大陆贵1倍，等待时间也是多1倍，跟欧美也没得比啊。这个欧美应该肯定比大陆贵好多倍啊，然后慢好多倍。台湾这个事儿我就不知道了啊，因为台湾不是叫健保吗？好像也是一种公费医，就是这种全民的医疗体系啊。对台湾的制度就不是那么了解了啊。还有人说啊，热知识啊，英国和加拿大全民免费医疗啊，不需要每个月付医保，这个也是属于我不知道的部分啊。这个英国、加拿大这个到底需不需要去付钱？因为我昨天跟一个澳大利亚的网友去聊，他说，反正澳大利亚是不付钱的啊，或者说不是。他讲的是澳大利亚是分等级的啊，就是如果你很穷，就基本上你就可能也不怎么用交钱，然后治疗的时候呢，也是绝大部分报销。如果你很有钱呢，可能还是要交的啊，它是按工资来去分的，而且如果很有钱的人生病了以后，报销的比例也很低啊。这个澳大利亚就属于一个完全社会主义的方式，而英国跟澳大利亚还不一样，就是虽然是英联邦国家，但是就是整个这个制度还是有差异的，所以英国跟加拿大到底是不是需要交钱，我不知道啊，所以你们谁在那个地方生活可以告诉我。这个还有啊，说我表妹以前在洛杉矶工作啊，有不错的保险，但做个小手术也是直接去墨西哥自费全款，比美国快啊，比在美国用保险后还便宜得多。啊，当然回国内更快更便宜，只是他觉得去墨西哥开车一会儿就到了，更方便一些啊。这个好吧，看来还是有这样的这种情况的啊。现在呢，开始国内有很多这种中介公司和旅行社啊，已经开始去帮助海外的人到国内来去进行体检和这个诊疗了啊。这个现在这个生意已经开始做了而且这块呢在快速发展。还有人问啊，什么昂贵的中药啊？这个中药有那么贵吗？啊，真的很贵啊！中药真的是比西药贵的多得多啊！因为是这样啊，就是在中国的医保体系下，这个医院里头卖西药是不允许有利润的，就是你多少钱进必须多少钱出。而中国的医院是要求盈利的啊，不是由政府拨款的，就是中国医院你必须要自己挣钱，还要往上交钱啊，所以这个是比较奇葩的一个情况。那现在因为他卖药不允许有这个利润嘛，那怎么办呢？就另辟蹊径啊，就是中国的医院里头卖中药是可以有利润的啊，特别是中成药，不是那种抓一把然后去煮的那个药那个叫散药还是叫什么药我忘了，就是中成药啊，那个利润很高啊，他们可以自己去决定怎么去卖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在国内看病，他会想办法给你开这个中成药啊，然后呢，这个中成药本身也没什么用，而且还特别贵，所以我们现在去医院看病呢，都会专门嘱咐大夫说，请不要给我开任何中药，对吧？然后呢，大夫也会这个满脸无奈和理解的表情吧，然后就给你开他的处方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还有人说啊，一方面本国人看病排队1上午啊，看病5分钟；另一方面还要吸引外国人来分摊啊，过剩的产能是因为高端医疗过剩，低端医疗紧张吗？啊，这个怎么说呢？反正中国的医疗体系本身就是很扭曲的啊。你像这个英联邦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包括加拿大，包括英国，我估计也是这样，就是都是要拨款的。美国的话，我记得我原来看了一个美剧啊，叫
新阿姆斯特丹啊，实际上在国内翻译的叫纽约医院，叫什么？还是叫医院革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名字。那医院每年亏钱亏得跟傻子似的，然后就是它最核心的这个盈利方式，一方面是有拨款，另外一方面就是不停的募捐，对吧？否则这医院根本运营不下去。在国内医院是必须要盈利的，盈利还要往上交钱，你盈利不下去，这医院是要倒闭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你只能是一方面解决国内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我还得挣出利润来，对吧？那有什么办法？没有办法。然后啊，国外看病慢，当然有分级诊疗的原因啊，但我个人经验，更大一部分原因是海外华人不会看病，啊，不懂流程啊，不一定是讲华语的家庭医生导致的看病更加缓慢啊。这个事儿呢是这样的，还一定是要讲华语的家庭医生导致的这个看病更缓慢啊，是这样的一句话。我觉得呢，就是你这种分级诊疗制度呢。可能在大部分情况下它是有效的，因为这个现代医学本身就是一个统计的结果嘛，啊，但是呢，总备不住有一些人说，哎，我不舒服啊，你要求我去分级诊疗，但是我还是不舒服，对吧？我有些时候呢，忍一忍是能过去的，或者说你分级了以后，简单治疗也能过去，但是有的时候呢，你可能就真的需要去这个进行一些更进一步的检查。你说有没有人在这个里头被耽误掉了，或者说导致误诊呢？一定会有啊，只是呢，这个比例对于他们来，对于整个这个设计分级诊疗体系的这个国家或者这个政府来说呢，是可以接受的啊，就是它是一个工程学的东西。但是我们现在说，哎，我给你一个更便宜、更快捷、更简单的方式，可以让你去，在中国把这个体检做了，各种检查做了，然后还可以把这个手术快速做完，还很便宜，这个又为什么不好呢？对吧？这个没什么不好的，对吧？中国也有这种看了半天看不出什么毛病的人，也有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所谓分级诊疗体系呢，有它好的一面，但是呢，一定是有它这个，就是有些人在里头是，被这个误诊的，或者说被耽误的，一定有。啊，只是这个设计的时候，它也没有设计说，哎，我们让这个分级诊疗体系能够保证每一个人都被治好，对吧？它就不是按这设计的，它设计的就是我能够保证，这个被耽误的人最少啊，这个也就是这个整个体系设计的一个目的就好了。好啊人家越南女生比较含蓄啊，或者比较情商啊，不是那么要驳斥我啊，她很多地方编程，需要求到我啊，这个没问题啊，这个我觉得都是挺正常的一个情况吧。老外看病那个太好笑了啊，我也是觉得很好笑，所以为什么要给大家做这么样的一个节目呢？P 和 NP 啊，打个哈欠，摁错了啊，好吧。前些年有个同学就是初中毕业就搞得成叫大专学历啊，去培训班 Java 一直干外包，从18年干到现在了。外包有可能是有这种培训班出来的，但是这个什么你在大厂互联网大厂这事儿是不可能的啊。加拿大留学生需要付钱，其他人一分钱不出，但是要钱按收入报销啊。那你们也是这样，就是这个加拿大看来也是这样，就是你收入越高的人，可能要钱报销的越少。我估计可以证明关于闭环证明不存在的一个闭环证明，好吧，这个也可以。今年加拿大整了个全民牙医保险，按收入和雇主福利分段报销啊，这个挺好。其实中国牙医还是挺厉害的啊，其实我真没感觉到，因为我自己的牙也不好。然后，他们说现在好多的老外到国内来是看牙医的，啊，去治牙，这个让我觉得挺惊讶的。哎，我们居然有一位这个会员朋友没有小扳手啊，赶快去发一个。中草药80%是信仰啊，我觉得剩下的可能也不是疗效。中成药啊，还是有用的啊。这个
会偷偷掺西药，对，你说对了，你说对了，很多中成药里头都会偷偷掺西药，而且很多中成药里掺的西药都是在西药里头已经禁用的部分。来了来了啊，1年多了，终于赶上直播了。对啊，所以你这个1年多了，会员了，你对吧？都没给你发小扳手，这个真的不对。有会员了，没有小扳手的，赶快出来吱一声啊！我会给你们发小扳手的。中成药还是有用的啊，这个可以用来忽悠老外啊，这个我不好吧？这个我也没法说什么反对啊这件事儿。富华医疗最合适的玩法是去中国诊断，然后拿着诊断报告回加拿大做手术，算上机票，这个几百刀就解决了。加拿大到中国几百刀走不了吧？这个，你像中国飞加拿大一圈大概得上万了，我觉得，所以应该还是要上千、几千、一两千刀吧。全季酒店有点小资源啊，这个如果谈场地有障碍的话，告诉一声，也许能帮上忙啊。那这个我想想啊，那你这个在 Discord 里头跟我说一声呗，然后或者你在上海吗？在上海，明天下午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下，在这个地方。其实加拿大人80%的疾病都是家庭医生解决，这个只有非常难搞的疑难杂症啊才会转诊给专科医生，但是许多新移民不懂，非要去排专科医生的队啊，出诊的这个家庭医生啊也挺无奈的。但是你想，他这个家庭医生绝对没有像国内三甲医院的这些医生啊，这个那么熟啊，这个一定是这样的。提到越南女生啊，我就想到了女大啊，然后脑子就冒出来，最近凯文去哪儿了？前几次他来了啊，这个但是你没在，这个不容易啊，不少大国朋友要到美国看病，拜托我翻译各种病情病例，这个特别麻烦啊，翻译英文病例成中文也不容易啊，见过太多的来俺们这里进修的大国医生啊，英文普遍不灵光。这个反正国内这一块还是会给他们培训吧，就是他们医生还是可以搞定这件事。而且你想，你像去当医生，至少得当到博士吧？你博士你不写英文论文吧？这个事儿太难了，肯定是要写英文论文的。所以他就算口语没有那么好啊，这个医生的英文应该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羊毛出在羊身上啊！澳洲普通人工资是2%，充公变成全民医保，富人交的比例更高，或者让富人去看私人医生，别挤占公共资源，穷人比例更低，也会低到0啊，是这样的。北京牙医不便宜啊，说实话挺贵的，几乎不报销。报啊，你像我去看的牙医，就是也是有一部分是走医保的，而且走的比例也不少。俺有个前女友啊，在深圳做的根管到了美国返工了啊。相反，在加拿大做的根管，美国牙医很认啊。这个根管这个事儿真没法整啊。你像我现在就是他们牙医最讨厌的根管叫 C 型管啊，然后这个反正就是里头很复杂的这个东西，到现在就很麻烦。每个人不一样，每次看病医保卡只报销部分啊，重大疾病住院是全额报销啊，低收入有减啊，可能会不花钱啊，这个就不了解了啊，国外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弄？澳洲以前 GP 完全免费，很多人动不动就去找 GP，造成医疗资源浪费啊。现在部分 GP 会每次收30刀左右的这个 gap 费，好吧，30刀澳元的话，等于就是150块钱，180块钱啊，150块钱吧，大概应该是这么多钱，那还是挺贵的啊。牙医划算的，我当年拔了4颗智齿，一共花了不到1000块，医术高明啊，我那个位置刁钻啊，居然没开刀就全拔了。如果在美国啊，估计3000多美元的是必须的。你在美国应该有保险吧？搞这个事情。是的啊，外国佬专门要求他本国的医生来看我们的这儿4、5线的小公立口腔门诊做根管，
他本国的医生看得满身赞叹，看到满声赞叹啊，好吧，这个我觉得中国做这个东西就是做的多啊，没有什么别的。你像我到医院里头，一个医院里头，光那个根管治疗的，就是那个牙医那个床，可能有几十张、上百张，是吧？那一堆人在里头，从早做到晚，从早做到晚啊，那个真的是手熟。8000公里往返预定能8000往返啊，好吧，这个还能抢首席经济舱。哎，我真不知道现在是这样的吗？我在德国啊，公立保险。前段时间颈椎有问题，先去看骨科医生，当场给照 X 光片啊，转到神经外科，神经外科让做这个核磁啊，核磁等了4周左右。你像我当时脖子不舒服啊，然后就直接挂了个，应该也不是骨科啊，好像也是骨科，挂了个骨科，现场就什么X 光什么核磁就全开了，开完了以后当天就做，做完了就直接出结果，然后说留下来做手术吧，大概就是这样。但是呢，他也跟我说清楚，说你这是个择期手术啊，没那么着急，你自己看什么时候有空你就来做吧。啊，然后呢，我就去找了一个节假日啊，我当时是一个11节假日，然后约到了一个很不错的医院啊，说咱们在这儿能不能做啊？说行啊，哪天你就来住院来吧。然后头一天住进去啊，住在走廊里，这个其实原来跟大家讲过。然后做各种各样的检查啊，第一天就把所有检查都做完，然后第2天出结果，第2天进这个手术室做完了以后，第3在这个医院里再住一晚上啊，就是可以住在病房里头。第一天是住在走廊里的，第2天住在病房里，住完了以后呢，就可以这个什么了啊，就可以这个我想想应该怎么讲，就可以去转院了啊，就是然后从3甲医院就转到一个这个不到3甲，可能2级医院，然后去做康复就完了，然后在2级医院又住了2礼拜才出来。家庭医生会和其他专家会诊啊，简单症状，照书治自己就解决了啊，自己整不了的才会用转诊给身经百战的专科医生，一般这种情况的转诊打电话催一下也挺快的，这就真不了解了，就是对于西方的这个医疗制度就真的没有什么了解。今天刚拔了第1颗恒齿，也算智齿吧，47岁，好吧。大国医生英语博士论文啊，那个可以找个中介机构搞定，没那么容易啊，没那么容易。澳洲看牙齿、眼科都非常贵，即使买保险啊，也有很多坑，贵的项目不报销，或者必须买了1年才能报销，即使报销，也是按照比例报销，60%到90%的每个月保险费价格差很多。这个保险怎么可能做亏本买卖？算得非常精啊！保险是这样，它会算得很精，但是呢，它肯定不能保证在所有人身上都挣回来。我最近几次觉得有点啥不对，告诉家庭医生甚至专科医生，判断2周或许就好了，然后就确实没事了啊。这个其实我觉得可能大部分人他们判断都是准的，但是总有些人一方面疑神疑鬼，对吧？这个肯定是避免不了的。然后呢，这些疑神疑鬼的人呢，可能还有一个很小的比例是真有事儿的，对吧？那么这些人你就把他送到中国来检查一遍，不也挺好的吗？有些华人回国的时候，在中国处理牙齿和眼睛非常便宜啊，这个是肯定的。哎，现在好像有那个叫老花眼手术，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人了解吗？我现在老花眼了，但是我觉得还没有那么着急去做吧。以前有近视眼手术啊，现在还有老花眼手术。德国根神经疼的这个药很好用，管神经疼的药很管用啊，这个就不了解了，这个事儿就完全不懂了。好啊，继续还有几条啊，就是Meta收购 Manus 的，我发现这个就后头没有什么人写评论啊，这个让我很郁闷。我觉得这个还讲的挺开心的。第一个说小扎没算过命吧，要不高人会告诉他命犯华人啊，这怎么办呢？娶个华人老婆，他老婆好像都不会讲中文吧？他老婆好像是个越南华侨，对吧？后来还离了。现在呢，等于 Alex 汪啊，然后还有一堆的这个
又整了一个这个 Manos 的人也进去给他做副总裁去了啊，这个还是挺夸张的。小扎自己应该是会讲中文啊，但是讲的好像也不是那么好啊，荒腔走板的。还有啊，说 Manos 跑得更快啊，这个 Moonshot 和 Minimax 不早做准备的话，很难卖给外国巨头了啊，说不定会被管控啊。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 Manos 这种呢，他早就跑了，而且他自己也没有大模型，啥也没有，对吧？这样的一个公司，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卖的啊。这个至于 Moonshot 和这个 Minimax 的话，里头有各种各样的股东资本，这没法整。你像那个梅塔买了 Manos 以后，第一件事是把所有的中国股东全清了，对吧？你有国资或者国内的这种基金的这种股东全清掉，啊，国外的话你还可以跟他换啊，说我给你一些梅塔的股票，我给你换啊，这事儿还可以讲。国内的直接给现金滚蛋了，就不要再跟中国有任何瓜葛。还有人说是公司啊离了中国去新加坡，是不是中国人要离开中国才会成功呢？哎，这个中国呢，中国人离开中国以后呢，有成功的啊，也有失败的，只是呢，这个成功的故事大家在流传，而失败的故事谁也不知道就完了，对吧？除非像那个金牌讲师那样，每天还录视频啊，我又要到饭了，否则的话，谁知道在国外有多少中国人过得很二、很惨，对吧？所以不要觉得还出去就成功了啊，这个没关系。好啊，我们继续。最后几条啊，我从来不在大国看牙齿，验光配眼镜啊，我当好玩了，好玩了解社会去尝试过啊，结果报价出来比美国还贵，你开啥玩笑？你在中国配一副眼镜可能也就是几十美金啊，或者一两百美金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把你坑了呀？然后你觉得这玩意儿比美国贵？你告诉我美国配一副眼镜多少钱？其实好多人是这样，就是在美国验光，验光完了以后拿验光刀到国内来配镜，这个是挺多的啊。因为我原来还投过一个案子啊，就不是投吧，聊过一个案子，最后没投他。他们就专门干这个活，就是反正100美金以内吧，一副眼镜，一副近视眼镜。然后呢，他就是美国人，你只要给我拿出验光单来啊，就是把这验光单送到中国来，我在中国应该是在厦门，就是全世界可能大量的眼镜都在厦门做的。然后在那个地方把眼镜做出来，然后给人邮去，啊，然后他可以让美国人干嘛呢？就是这个，特别是女生嘛，跟着衣服换眼镜啊，因为眼镜呢，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装饰物嘛，啊，你不能说我配一副眼镜，然后只要这个换了衣服以后还必须要戴这副眼镜就很二嘛，所以他就可以让女生去换这个眼镜，啊，都很便宜。然后呢，是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说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有没有可能出现什么医疗纠纷啊，或者你给人配的不准啊？他说不会的，他说我们不给人验光，我们最后只要证明我的眼镜配的跟验光单一样就完了啊，这个其他我就不管了，对吧？他是这样的一个玩法。老范当时颈椎问题那么严重了，必须要做手术了啊，这个我是有点颈椎反弓，现在天天做颈椎保健操啊，保持抬头习惯啊，然后尽量改正低头看手机的习惯啊。这个当时颈椎压迫神经啊，手麻脚麻已经开始了，然后医生看完核磁片子以后说你这个再不做随时有可能瘫痪，所以就必须要我去做啊，这个就没办法。用过质谱精盐吗？啊，没用过啊。这个最近确实传的很好，但我确实从来没用过。金牌讲师挺成功的啊，只是路径比较抽象啊，是这样的。老花眼手术是有的，技术上比较成熟，一般矫正了老花眼的同时，而且改进了近视啊。不过大国的眼科，爱尔啊什么的，这个那些我太了解了啊，这个我是坚决不会去大国做这种手术的，好吧？这个我等它再发展发展吧。哎，这个已经很成熟了吗？这个事儿啊，这么神奇吗？中国进口的镜片很贵啊，同一个厂的镜片，美国更便宜，应该不至于吧？你就算是你去买蔡司的镜片，买这个精工的镜片也没多贵啊。
金牌讲师怎么样了？拿到绿卡了吗？不知道啊，他反正一直在那儿混呢，也没把他驱逐回来，不知道这哥们儿现在混成什么样了。去听罗振宇的快点演讲了，好吧，去吧。我们也差不多到这里了，大家新年快乐啊！这是2025年最后一期节目啊，应该剩下点时间实在不够，我再折腾一期的了。然后明天上午有节目啊，后天就不一定了。我不同意老范的美国配将比大国贵的看法。有闭环证明嘛？这个难道就没有任何大国比美国贵的情况吗？有啊，就坑你不就比美国贵了吗？我知道你从美国来的，我就专门给你报一个巨贵的价格，然后这太简单了。新年快乐啊！新年快乐，大家新年快乐！咱们今天到这里，再见。明天要去赶火车了。